已经跟别人私定终身了，我把身子都给他了。今日就算我毁了这张脸，我也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魏兰，你不想嫁，本王同样不想娶。原本本王不会碰你，只等4年后让你假装暴毙，放你自由。可你不该如此羞辱我。锦柔告诉我，只要我自毁容貌，皇城失身，楚海香就不会碰我，还会羞辱我。可为何一切都和他说的不一样了？西苑家住高墙，封死院门。从今往后，除了王妃的死讯，任何事情都不必向本王汇报。哼！哥哥，听到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，大坏蛋肯定在那里。走，哥哥带你去帮娘亲报仇，让大坏蛋瞧瞧我们的厉害。好。听说韩王妃新婚夜被禁足至西苑至今，如今韩王却以正妻之礼迎娶一个庶女为侧妃。这位侧妃可不简单，因治好了太后的头痛之症，得了太后青睐。若非其生母是贱妾之身，怕不是会被封为县主。此次太后亲自赐婚，让以正妃之位相迎，连皇上都不好拒绝。瞧瞧，这嫁妆可真不少啊，只比当初的韩王妃少20台。6年了，我苦心设谋，终于如愿嫁给了韩王。虽为侧妃，地位却和正妃无异。而我那位纯姐姐被关入西苑多年，怕是早已出气多进气少，提出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被我踩在脚下。吉时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。韩王15岁上战场，18岁战功赫赫，20岁统兵数百万，南驱北越，北逐越奴，西征羌族，护百姓，安四境，封号大周战神。夫妻对拜。当初我不过描述了一下韩王杀过多少人，手上染过多少血，就吓破了慕云兰那个蠢货的胆。这一拜后，我就是韩王名正言顺的侧妃。刺客，保护王爷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不会毁容吧？王爷，此物无毒，只是一种特殊的染料。西南使帐主，立刻捉拿刺客。是。能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守卫，进入王府后院，必定是一流高手。王爷，刺客已全部捉拿归案。把人押上来。王爷，押不上来，倒是可以抱上。抱上来。放开我！放下我哥哥，不然壮壮会大表爷来消灭你们的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胸口是我放的，你们放开我妹妹！一多欺少，一大欺小，你们算什么好汉？妹妹别怕，娘亲说过，邪不胜正。大坏蛋，我们才不怕你呢！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为何来韩王府捣乱？周周才不告诉你。原来是叫周周啊。那你哥哥叫范范是吗？才不是，哥哥叫八宝。
原来是八宝和周周。妹妹，说好的打死不招呢？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男人的事，我们男人来解决，不要为难我妹妹。大坏蛋，打小孩了！大坏蛋，欺负我！哥哥，周周和你拼了！周周的脑子坏了。瞧这个，竟然这样。爸爸的肠子断了。别哭了。你们爹爹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清楚，本王也好送你们回去。可怜宝宝，时运不济，无良爹爹狠心抛弃，剩下娘三，命运多舛，发霉米饭3人1碗，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，憨皮爹爹是何东西？哥哥，这次要稍微的吗？换成感叹句，更能表现出你的愤怒。憨皮爹爹不是东西。我本就不欲大办婚礼，正好借此脱身。诸位，今日发生了一些事故，让诸位受惊了，回头备下礼物，表达歉意。殿下说笑了，小孩子玩闹而已。我等先告辞了。我心心念念的婚礼就这么完了？哎，小家伙，王爷，本王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你先回去。放开我！侧妃，赶紧去给我查查，这2个小畜生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居然敢破坏我期待已久的婚礼！我要扒了他们的皮！哥哥，周周现在好高哦。说说吧，你们是如何进的韩王府？为何来这里捣乱？叔叔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这是爸宝和妹妹最喜欢的糕点了，送给你当赔礼。叔叔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叔叔还在生我们的气吗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叔叔，数到3就告诉你哦。1、2、3。八宝粥。完了，娘亲心情好了叫宝贝，心情平静了叫明慧，一旦冲火连起来，不小心就被致残。不给棒，不给气，不给我们做点心，制裁手段十分残忍。娘亲，娘亲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在外面辛苦了，宝宝好想你，比心。比心，是啊，娘亲，我们好想你的。这是谁家的脏宝宝呀？娘亲仔细看看，是你家的宝贝哦。不可能，我家的宝贝那是香宝宝，才不是2个绿色脏宝宝嘞。香的，香的。虽然现在是臭宝宝，但洗洗还能要。6年了，我从下回医学鬼才灵异一脉继承人，穿越到为了拒婚做出一系列蠢事的原主身上，整整过去了6年。幸好灵样空间也跟着穿越了过来，我才能调养好身体，平安生下他。对了，你们趁娘亲不在捣乱是吗？
我跟你们说，娘亲现在很生气，你说说是先打孩子，还是先洗孩子呢？娘亲，周周建议边洗边打，双倍效率。妹妹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效率了吧？啊，可是周周都说了呀。娘亲，你要不再问一遍？小笨蛋。八宝的身体已经调养的差不多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宝贝们离开这里，从此天高海阔。王爷，那2个小娃娃从书房出来后去了西院。我已经跟别人私定终身了，我把身子都给他了。娘亲，给你编个魔术好不好？看好了啊！西院住着的只有慕云兰，那2个孩子在叫他娘亲。八宝粥，娘亲给你编个魔术好不好？看好了啊！看，都没有啊。给。娘亲，你也吃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娘亲是大人了。把果子留给孩子，自己却舍不得吃，还算是一个好母亲。大人当然要吃大的了。看你吃的嘴上到处都是，哎呦，满嘴都是的。还有你。对了，等娘亲沐浴完，给你讲睡前故事，好吧？娘亲之前讲小红帽暴打大灰狼，美人鱼逆袭当海王，林黛玉倒拔垂杨柳。今天是不是该讲灰姑娘学宣战后娘啦？对，等娘亲沐浴完就给你们编。就给你们讲。娘亲先去沐浴了。给孩子讲故事，不是孟母三迁，也该是孔融让梨，什么当海王战后娘的，简直是胡闹。谁？幸好灵药空间内存放了不少工具。这是慕云兰。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好一砖撂倒。小子，你来错地方。慕云兰，你不认识我了？难道这小贼认识我？刺客！小心！你躲好。
娘亲，你们没事吧？娘亲，快救我！周周和哥哥被大坏蛋抓住了。多谢大侠出手相救，现在没事了。到娘亲这里吧。大侠，他是真不认识我了。大坏蛋欺负娘亲，还要抓走周周和哥哥。我没有。娘亲，大坏蛋怎么了？娘亲给他下了点药。娘亲，他是大坏蛋，我们把他绑了卖钱。哥哥说的对，把他卖钱，然后拿着钱再离开。娘亲，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？宝贝啊，你这一嗓子，我们逃跑大计不就全暴露了？周周不是故意的。你想走？他是原主的夫君楚寒霄。这6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原来不仅脱胎换骨，性情大变，还凭空多了2个孩子。方才受惊误伤了王爷，真是对不住。不过你我都许久未见了，我对王爷不熟悉，一时认不出，也是情有可原，对吧？我们夫妻确实是不熟悉，以后就熟了。看什么？解药。娘亲，你和大坏蛋在玩谁先眨眼，谁是笨蛋的游戏吗？哇，大坏蛋，你输了，娘亲才是最棒的。周周帮娘亲战胜了大坏蛋，今天也很棒的。木叶兰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本王解释一下？我介绍一下，八宝，周周，我的孩子。你的？是的。他们的父亲是谁？我说是你，王爷信？本王不信。那就不是。他们的爹已经去世了。你怎么能在孩子面前说这样的话？我倒是想问一下王爷，为何您一来，我和孩子就遭到了刺杀？王爷是不是应该要先给我一个解释？刺杀的事情，本王会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娘亲，你不开心吗？娘亲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话，出了西院，才会有坏人过来杀我们呀？你们出西院了？娘亲，大坏蛋要娶别人，还一直关着娘亲。八宝和妹妹想帮娘亲报仇。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都听到了，墙那边说大坏蛋要娶新娘子。娘亲是说，这大坏蛋是你们爹爹的事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娘亲不要再骗我们，是从娃娃树上摘下来的啦。楚寒霄，也就是你们口中大坏蛋，的确是你们爹爹。但娘亲跟他已经分开了，以后他想娶谁都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娘亲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娘亲就是想要跟你们说明白，就算以后你们没有爹爹，但是娘亲会加倍爱你们的。娘亲，我和妹妹不需要爹爹，如果娘亲需要夫君，八宝可以帮娘亲找几个哟。娘亲不需要。娘亲不用害羞，别的娘亲有的，你也得必须有，还得比别人多，比别人好。等我们离开这儿，
八宝帮娘亲找夫君哦。周周也要帮娘亲找。多谢。王爷，昨夜一共有2批刺客，一批全部服毒自尽，另一批则是稍微懂点拳脚功夫的普通人，收了些银子去探查西院，目前还不知道幕后主使。前一批人应该是冲着本王来的，至于后面那些，审问清楚，把底子查干净。是，属下也按照您的吩咐，将西院上下围了3层，目前并没有异常情况。不急，慕云兰既然想走，那接下来你只需要去守株待兔即可。拿着。娘亲，周周带了点心、小枕头，还有娘亲做的玩具。八宝带了药，如果遇到坏人，直接要翻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离开王府。走。带走。大坏蛋，不许欺负娘亲！大坏蛋，放开我！月影，带孩子们下去吃东西。大坏蛋，我们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！你们不吃东西，本王就欺负你们娘亲。大坏蛋，我们要吃多多的，只求你！我要想想办法救救娘亲。娘亲别怕，等着我们。匆忙逃离，是因为本王发现你有2个孩子，所以心虚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和孩子只是单纯的不想见到你？你目测飞到。你是谁？几年没见，妹妹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慕云兰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毁了容，被关在西院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毁了容，被关在西院？王爷怎么突然把慕云兰这个贱人放出来了？当初要不是慕景柔说是原主在新婚夜羞辱楚寒笑，原主也不会被逼死。既然都送上门了，不踩两脚报仇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今日你急匆匆赶来，是向我这个主母敬茶请安的。王爷从未说过要让我向你请安敬茶，况且姐姐穿成这样，实在不合规矩。妹妹别见怪，夫妻之间情趣嘛，你慢慢就会懂了。王爷，按理说我是应该向姐姐敬茶的，只是太后说让我以正妻之礼入府，如此一来恐怕是打太后的脸。妹妹，难不成你是想不顾王爷的面子去找太后告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姐姐要让我敬茶，那我敬便是。我为正，你为侧，在我面前，你该自称妾。你娘也是妾，难不成她没教你如何当别人的妾室吗？云兰这个贱人，怎么和原来不一样？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该直接弄死她。王妃，妾知错了。姐姐，请用茶。姐姐，你就算不瞒我入府，也不该这么搓磨我。
王爷，许是昨晚太劳累了，这才没有拿稳茶茶。都怪你！昨夜是我的新婚夜，王爷竟然去找慕云兰这个贱人。王爷，要不让妹妹先去换身衣服，免得着凉了。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可好？来人，送侧妃回房。王爷，本王不想说第二次。贱人，今日的屈辱我必报，咱们等着瞧。王爷，说吧，你2个孩子的生父是谁？王爷又何必这么计较？你要是喜欢，我让八宝周周叫你爹；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带他们走便是。你敢耍本王？岂敢！来人，把王妃丢回西院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八宝和周周呢？你不是说他们是本王的孩子吗？本王就把他们留下来，提前培养感情。什么？你说他们那2个孩子叫慕云兰娘亲？难道他们是王爷的血脉？若真如此，他们母子3人不可能被关到西院至今。既然不是王爷的血脉，那么必然是外面的小野种啊！嬷嬷，你替我做件事。叔叔，八宝请你吃鱼呀！当当当当，正宗萌宝牌爱心烤鱼。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绿色的烤鱼。府中哪来的狗？王爷，这是太后的爱宠，前来一直由侧妃照顾。告诉侧妃，如果照顾不好这畜生，就尽快送走。若是再发生方才之事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。刚刚没吓到吧？周周不怕，周周有的是力气。叔叔，你牙齿怎么了？张嘴啊！大坏蛋中招了！耶！大坏蛋，你吃了周周做的鱼，可是会变结巴的哦。哼哼，那当然，妹妹可超厉害的，什么东西做出来都有毒。娘亲说这叫天赋异禀。你们胡闹什么？坏蛋凶周周。宣府尹。怎么样？王爷放心，2位小主子只是受了些惊吓，不碍事的。不过小公子有先天不足之症，心肺极为脆弱，日后要多加注意才是。我口吃呢。王爷，您这是毒素刺激舌头导致的短暂性口吃，啊，没什么大碍。大坏蛋！八宝。嗨，大坏蛋，你变成结巴了。对不起。我们2个人，你要说2声对不起，我们才能原谅你。对不起。小孩不计大人过，我们才不和大坏蛋计较。娘亲呢？周周想娘亲了。西院，你们先吃饭，晚上送你们回去。说话算话吗？算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盖章。好啦，我盖章了。说话不算话，要变成小狗的哦。好。
狗男人，以为把狗洞给我堵住就能困住我了？做梦！我得赶紧去找八宝和周周才行。大坏蛋进宫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哎，真是靠不住。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娘亲吧。坏狗狗死掉了！你们这两个小畜生，竟然敢害死太后的爱宠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绑了！放肆！我可是韩王府的女主人，你们竟敢违抗我的命令，都不想活了吗？谁？慕云兰，你敢打我！莫景柔，你一个侧妃，也敢称自己是王府的女主人？娘亲，我们好想你。好啊，慕云兰，你竟然和男人私通，生了2个小野种！住口！王爷，王妃和奸夫私通，还生了2个小野种。伤风。王爷，就是这2个小畜生伤害了太后的爱宠。王爷，这可是中毒而亡。毒？小静方才只吃了绿色的烤鱼。这烤鱼有砒霜。周周没有加砒霜呀。哦，小金之前调皮差点伤到你，所以你们怀恨在心，故意杀了太后的爱宠。周周是好宝宝，周周没有。我们做的烤鱼是给叔叔吃的。什么？你们还想毒害王爷？不是的，你们胡说！姐姐真是好计谋，知道王爷对小孩子没有防备之心，所以先是让他们毁了我的婚礼，然后指使他们下毒毒害王爷，最后竟然连太后的爱犬也不放过。你们谁看见小金吃烤鱼了？是奴婢。你呢？接触过小金吗？没有。你们拎着灯笼的，撤远一些。这是什么？是周周的美食调料，绿娃娃，超漂亮的。周周每次做烤鱼都会撒荧光粉，接触着利落可亲。我的牙齿轻。瞧瞧这满手的夜光粉，难道是拿着烤鱼往狗嘴里塞的？故意杀害太后爱宠，嫁祸给小主子，你可知罪？不是奴婢，是侧妃。贱婢，竟敢谋害太后的爱宠！你不想活，也得想想你的家人。奴婢知罪，奴婢知罪。王爷，是妾身教导不严，还请王爷责罚。楚寒香不说话，难道是要我来处置他心爱的侧妃？不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任何敢欺负我孩子们的人都别想好过。妹妹，你冒犯的是本王妃和小主子，你问王爷有什么用？王爷不帮我，难道是我猜错了？这2个小野种真是王爷的血脉。姐姐，妾身知道错了，无论姐姐怎么惩罚，妾身都甘愿领罚。来人，侧妃以下犯上，污蔑本王妃和小主子的清白，掌嘴30，以儆效尤。至于春花和春姐，立刻压下去审问。王爷，我错了。不知道
我处置的，你可满意？妹妹，这次应该长记性了。勇敢，我一定要让你不得好死！你如何出来的？自然是走出去了。西院门锁死了。那不还有一道墙吗？哦，翻墙！你好样的！宝贝们，快来救娘亲啊！收到。娘亲，我们困了。哎，王爷，我要先哄孩子睡觉，天不早了，你也先回去吧。好，睡觉。大坏蛋，不要！大坏蛋，放开周周！快放开！八宝要闹了，上床睡觉。好的呢，娘亲，我们在床上等娘亲。好。新婚夜，你答应过我，说我可以假死离开王府，如今还算是我。离开王府，还想找那个野男人？楚寒宵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顾云兰，你是本王的女人，在本王面前还敢肖像别的男人？你胡说什么啊！我只是想带2个宝宝离开，你也可以提条件，但凡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绝无可能。为何？我这个名存实亡的王妃，在府中没有任何权利，连孩子都保护不了。钟馗，给你。楚寒宵不是极为讨厌原主吗？怎么如今不仅不赶我们走，还要把钟馗给我？这人不会是疯了吧？你若敢私自逃走，不出3日，通缉令便会遍布天下。难道你想带着孩子，跟你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？我可以过东躲西藏的生活，但孩子不能。王妃，王爷吩咐我们送来一些侍女，供您差遣。花间，他竟然混进了王府，倒是聪明。他留下，其他人都退下吧。是。花间见过主子，快起来。花间，你是怎么混进王府的？朱颜阁你都安排好了？奴婢安排妥当。奴婢近日来一直都在关注王府的消息，见到秦总管在招下人，奴婢就上前自荐，没想到就选上了。好，有你在我身边啊，我行事就方便了。皇妃，侧妃想到宫里给太后请安，特来禀报。妹妹进宫请安，也是替王爷尽孝，让她去吧。是。既然你这么着急进宫和太后告状，我自然要成全了你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作死的。王爷，早上好。走。一大早的，你闹腾什么？如今我执掌钟馗，这西院一直封着也不像话，自然是要推倒高墙，重新修建了。
对了，福金司库里好东西不少，我和孩子极为喜欢。不过这王府账面上这银子也太少了吧？夫君，你还要好好加油。奖励你的小红花。司库，你哪来的钥匙？叔叔，是八宝根据库房锁孔帮娘亲做出的钥匙哦。狗男人知道自己司库被盗，心疼坏了吧？最好直接将我们俩仨赶出去。夫君，俗话说得好，穷养儿子，富养女。周周肯定是不能受委屈的。八宝呢，他是男孩子，按道理说不应该那么金贵。不过他从小身体不好，需要大量药材来进行调养。这，都是银子啊。夫君，我怎么样都能凑合，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啊。王府账面上的银子，那眨眨也就花光了。我只能从你的司库里拿些出来贴补了，你也不会生气吧？赶紧把我们俩仨赶走，让我们自生自灭。不会。本王手底下还有几个庄子和铺面，回头我让管家一并将账册收入给你送来。我推倒西院，你不生气？八宝和周周被关在西院确实不合适，按照你的想法重建吧。那司库呢？你随便动用，不够的话，本王再想办法。这楚寒香脑子短路了，这都不生气。王妃，王爷，王妃，穆侧妃出事了。韩王妃，太后服了穆侧妃的药，头风发作的更加严重，皇上震怒，下令责罚，将她送回王府，还请韩王妃多加管教。是。之前我在穆景柔的药里加了几味药，常人服用无碍，可气血虚透之人服用会引发头部剧烈疼痛。如今看来，穆景柔果然是用透支气血之补元之药来治疗太后头痛。怎么可能？我的药之前明明都是好好的，现在怎么会没有用？妹妹，这顿打挨得爽吗？是你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。妹妹说这话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为何要这般害我？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你当然是我的亲妹妹啊，不然我这个做姐姐的能这么照顾你？我亲手调的药也是很贵的。慕云兰，果然是你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刺杀王妃可是死罪。王爷，是姐姐，她设阴谋害我。闭嘴！再敢污蔑王妃，本王绝不饶你！这簪子不是原主的嫁妆吗？难道是楚寒香私吞了原主的嫁妆，之后送给了穆景柔？他这是什么表情？我不是刚把他救下来？我无法证明莫云兰在药里动了手脚，方才想伤她，还被王爷撞见。眼下还是先服软吧。姐姐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方才是我伤得太重，出现了幻觉，以为姐姐是坏人，所以才对你动手的。妹妹一时脑子糊涂，想必是这段时间经历事情太多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待在芳菲阁，好好静静心吧。这个贱人，我才刚嫁，还没有圆房，就要进我的族。王爷，还不快送侧妃回去！是。王爷，王爷！任何试图抹黑八宝周周的人，都别想。
慕云兰这个贱人竟然在我的药里下了毒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侧妃，不好了，王妃她带人把您的嫁妆全都给搬空了。什么？贱婢，竟敢弄疼本小姐，不想活了吗？没用的东西！慢点。王妃姐姐，你身为韩王正妻，连我一个侧妃的嫁妆都要私吞，会不会太过分了些？我记得我嫁入王府时，母亲送了我几匹上等的男宠，绣工和花纹都和这个一模一样。哇！当初慕云兰一心想悔婚，无暇去管大婚细节，我以整理嫁妆为由，暗中替换了她的嫁妆，根本没有想过她在羞辱王爷后还能活下来。放心，我这人大度，不跟贼计较。妾身的东西就是姐姐的东西，这些姐姐要是喜欢，拿去用便是了。我看这芳菲阁的摆件有些太繁琐了，不适合妹妹进行。秦总管，一并搬走吧。是。屋子变清静多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我刚刚粗略看了一下，除了我那些嫁妆，你好像存了不少银两呢。那些是我的。我知道，妹妹刚才也说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就一并搬走啦。妹妹还要继续存钱，我以后能不能过上好日子，全看妹妹你了。侧妃，你怎么了？侧妃！三哥，你真的给三嫂和别的男人养孩子了？哇，这么可爱！来来来，乖宝宝们，让四叔抱一抱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哎，三哥，你就让我抱一个吧。哥哥，这个人好像是吃人的大灰狼。妹妹，可以把好像去掉。来，这样，宝宝们别害怕，四叔明天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？给你们买糖吃。出去玩？真的可以出府吗？八宝和妹妹从来都没有出去过，外面好玩吗？慕云兰说的没错，孩子绝对得富裕，才不至于被人三言两语就碎骗。那肯定啊！这样，四叔明天就带你们出去玩。太好了！瑞影，带孩子们出去玩会儿。是。哎，三哥，这2日朝堂上因为你的事都闹翻了，说你给别人养孩子。我已经让人封锁了八宝和周周的消息，是谁透露出去的？这个，哎，三哥，你要不把他们交给我，我来养。反正这朝堂上我也不怕他们议论，更不害怕父王责怪。这不是自己亲生的，怎么了？嗨，做人呐，不能那么较真儿。想得美！三哥，你也别那么小气啊！我可不是来拆散你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来人，送客。哎，三哥，那这样，明天我过来接你跟孩子，咱们出去玩。我走了。找本王有何事？我的那些嫁妆，王爷可不可以还给我？你的那些嫁妆在何处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被关6年，与世隔绝，我怎么会清楚？慕云兰，你是在怀疑本王贪污你的嫁妆？不敢，我只是觉得咱们王府太穷了些，所以想着拿出点嫁妆来贴补贴补。慕云兰当初为了筹备银两，
和那书生私奔，调换了嫁妆，现在又为何这般惺惺作态？你为何这么看着我？你不是想要回嫁妆吗？本王就让你看看你带来的嫁妆。我一定要搞清楚我的嫁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。这些都是我的嫁妆。原主这个没脑子的，连嫁妆被人换了都不管。如果这事不是楚海强做的，那就只剩穆景柔了。嘿嘿，娘亲，如果八宝说的是如果我和妹妹跟大坏蛋出去玩，娘亲会不开心吗？出去？出府吗？岳叔叔说要带我们出去玩，正好明天我要出门办些事情。娘亲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你们带好娘亲给你们的防身药丸。太好了！这5年一直待在西院，委屈宝宝们了。娘亲一定会带你们走出去，好好体验这五彩缤纷的绚丽世界。哎呀，周周喜欢吗？喜欢四叔给你买哦。买不好吧？必须买。四叔不能买啊？为啥？买卖孩子是犯法的。小屁孩，屁孩也敢想我小想我闺女。啊，你成亲3年都没有子嗣，可有想过纳妾？三哥，那不是你说的吗？男人不能朝三暮四，要专情。再说，我都已经娶了明妃了，有她一个人就够了。这女子在三哥，仙女啊！三哥，我这可能就错了。三哥，虽然男的要专情，但倘若佳人能美成这般模样，我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不行。我就开个玩笑。哎，三哥，你说你跟后院那位闹得这么僵，就连侧妃也是被逼着纳的，就没有考虑过找一个贴心的？20年了，从未见过三哥这么看着一个姑娘，这是铁树开花了。小姐，我们该去朱颜阁了。哎，三哥，我看刚刚那位姑娘是去朱颜阁了吧？看来必定出身不俗。朱颜阁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朱颜阁啊，在2年前横空出世，专做女子生意。这我媳妇啊，就对朱颜阁的胭脂水粉极其喜欢。这前几日，就为了给她买几盒巴掌大的胭脂水粉，可是花了我300两，心痛的。所以说啊，此女必定是高官府邸出身，不然一般人根本就消费不起这朱颜阁的东西。哎，三哥，要不然我们也跟着去看看？好啊。哇，这个也不错。这看起来可真不错，衣服我也喜欢。不错。穆掌柜，终于见到你了。
之前你说被渣男困住了，如今现身，是不是已经逃离牢笼了？啊！那渣男以孩子的安危威胁我，我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？木兰，那渣男在哪儿？本夫人替你去撕了他。纳兰夫人，这是纳兰夫人，纳兰夫人，纳兰夫人至尊 VIP， 沉浸式追更第一人，不差钱的忠实榜一大姐姐。娘娘，注意形象。恭喜夫人，您体内的余毒已经排出来了。木兰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早就死了。夫人，客气了。木兰，你真的不用我帮忙吗？只要你的夫君不是皇子，是任何人，我都能帮你脱离火海。那若是皇子，是他，便让萧儿去偷偷揍他一顿。可我那倒霉夫君，偏偏就是皇子。木兰，不用了，夫人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主子，有2个5岁的孩子说要进来找娘亲，名字叫八宝和周周。这2个小家伙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快让他们进来吧。娘亲，这俩小团子怎么长得那么像萧儿小时候？夫人，这是我的孩子八宝和周周。漂亮姨姨好，你们好。哎呦，好可爱啊！拿去花啊，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哎呀，木兰，我那儿子不争气，一把年纪了也没给我生个孙子出来。我看到八宝和周周倍感亲切，这是我给宝贝们的见面礼，你可不能拒绝。早知道挣钱这么容易，我何必起早贪黑的搓美容丸呢？让2个乖宝贝卖卖萌，不就有了吗？谢谢漂亮姨姨。哎呦，我这年纪都能当你们的祖母了，还叫我姨姨。爹爹的姐妹叫姑姑，爹爹的弟弟叫叔叔，叔叔的祖母就是爹爹的娘亲。好棒呀！夫人该回去了。木兰，府里管得严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夫人多保重。漂亮姨姨再见，漂亮姨姨再见。哎，出来了。哎，三哥，别光看着，快说话。哼，姑娘，你必定是因为照料我家孩子，没有时间才买东西了。哎，不是这样，让三哥再陪你逛逛。三哥，老弟都把路铺到你脚下了，快抬脚继续往上走啊！嗨，刚才太过激动，忘了给你介绍，这我三哥楚寒萧。原来是韩王殿下，久仰大名，失敬。哎呀，原来姑娘认识我三哥啊，那就太好了。可否冒昧的问一句，姑娘芳名啊？慕云兰。哎呀，好名字！原来姑娘叫慕。三哥，我的耳朵好像瞎了。那啥，我先走一步。对了，我会把2个宝照顾好。你和三嫂好好玩。娘亲再见。你和朱颜阁有什么关系？为何会出现在那儿？我说了，王爷会信，不如王爷自己查吧，多查查，会有惊喜。云兰，是你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谁啊？你不用为了保护我故意装作不认识，你我两情相悦，不用顾忌旁人。
这是原主喜欢的那个书生。这就是你让本王查的惊喜。不是，云岚别怕，韩王殿下6年前，云岚就答应和我远走天涯，可她却被你囚禁，我苦等6年，不会再让她受苦了。今天我就要带她走。找死！没想到穆景柔如此迫不及待地把奸夫送到我面前来了，还在这大庭广众之下闹一通，这是想彻底毁了我的名声。我和云岚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算夺走她的人，却也夺不走她的心。你错了，本王还能夺走你的命。云岚，别怕，我把你给我的嫁妆全都放在4年前我们约定的那个老地方，你记得。别杀他！怎么？你不能杀他！就这般护着他吗？主还叫你冷静一点。他若死，到时流言漫天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云岚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在演戏给他看，全都是为了保护我。闭嘴吧你！云岚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6年前，你我约定私奔，我把你的嫁妆放在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竹屋里。不信，你可以去跟我看看。好啊，嫁妆是该去看看。哼！狼轩云竹调换嫁妆。见过韩王，韩王妃。大人，宋听雨以本王妃给他嫁妆为由，诬陷本王妃清白，特请大人前来做个见证。是，王妃客气了。你不在府中思过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王爷，王爷，柔儿听闻大小姐又与那男人旧情复燃，担心王爷，这才赶来。柳姨娘，这么多年未见，还是这么能搬弄是非啊？宋听雨，你确定里面嫁妆是我所赠？没错。大人，劳请您派人将东西取出来吧。只要那些嫁妆拿出来，王爷必定勃然大怒，到时穆云岚就彻底完了。为何穆云岚的嫁妆突然变成我的嫁妆箱子？娘，若是被人看见那箱子里是我的嫁妆，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王爷，那宋听雨是个骗子，他骗了王妃的嫁妆，诬陷王妃与他有私情，而后卷钱逃跑。这些年，更是屡次来找柔儿要钱，若是不给，他便要毁了王妃的名声。柔儿为了维护王妃，便拿了些嫁妆给他。柳姨娘，你这是要过河拆桥啊！王爷，姐姐，都怪我错信了这个无耻的骗子。贱人，你放屁！那这些东西呢？是宋听雨胁迫柔儿不得不给他的。瑞莹，还不快捂了这骗子的嘴，拖下去，省得误了姐姐的清白。妹妹，你急什么？宋听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韩王殿下，我和王妃清清白白，这一切都是柳氏母女的诡计。他们给了我一大笔银两，让我去勾引王妃的。穆云岚在清风夜自毁容貌，扬言失身，竟是被人算计。如果他失身是假的，那么爸爸和周周是我的孩子。宋听雨，死到临头，你还敢胡乱喷药？你可有证据？证据？我没有证据。王嬷嬷，她就是证人。
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。来人，把王嬷嬷带回府中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至于这宋廷宇，本王相信府尹大人会秉公处置。是，下官一定会将此事调查得清清楚楚。哎呦，救命啊！王爷，芳菲阁的下人屡次犯错，连累妹妹，不如都遣出府去，再给妹妹挑选好的。你看着办吧。是。怎么还不招吗？柔儿，姨娘，嬷嬷她怎么样？呀，妹妹醒了。慕云兰，你来做什么？柳姨娘，6年前你派人刺杀宋廷宇全家，可宋廷宇外出躲过一劫，而你的人将他的父亲连捅2刀后扔入河中。我说的可对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只可惜人没死。不可能！柳姨娘，你要是不信就算了，雇凶杀人，姨娘进入大牢后可是要一命抵一命的。王妃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的那些嫁妆应该能被找回来。什么？那些嫁妆不是早被王妃换走了吗？现在在何处，王妃自己清楚。看来没得谈。等等，我仔细想了想，的确是能找到的。那就有劳柳姨娘帮我找回来了。这不，妹妹的嫁妆我特地给送回来了。姨娘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只能先用你的补上了。凭什么？放心，属于你的东西，娘一定会完完整整的给你拿回来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好一个慕云兰啊！这是把我们彻底耍了。嫁妆，我的嫁妆全没了。娘亲，大坏蛋不喜欢我们吗？是他做了什么让八宝不开心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八宝是听别人说，大坏蛋不喜欢娘亲，也不喜欢我们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那很多事情不能光靠你的耳朵去听，也要靠你的小眼睛去看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娘亲。我们不仅有眼睛和耳朵，还有聪明的脑袋。眼睛看过的，耳朵听过的，都用自己的脑子想一遍。宝宝真聪明。八宝和周周明显是在一处含笑的。既然他们需要一个好父亲，那么离开这件事，那就要另做打算了，睡吧。
王妃，小主。王妃，王爷给您和2位小主子送来了新鲜的果子。哇，是果子耶！八宝、周周，你们怎么看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哇，非常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大坏蛋果然贼心不死。哇！八宝，你说这楚寒萧究竟在搞什么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王爷，您都问了30遍了，这王妃确实是拿了东西，但她什么都没说呀。八宝和周周呢？哦，公子在自己房间里学习刑法啊，小姐呢在揽穗宫里玩水。周周来了，是，就在外面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哇，小姐太厉害了，太威武了！周周，来，叔叔，周周抓的大胖鱼哦，回去可以给娘亲和哥哥炖汤喝啦。叔叔，是啊，叔叔。知道了，今天娘亲有没有提起过爹爹啊？没有啊。看来要让八宝和周周改口管我叫爹，学西京才行。别怕。来，哦哦哦，周周要叫我什么？哼，坏蛋叔叔。八宝要叫我什么？嗯，叔叔。三哥。乖。周周叫我什么？啊、三哥。爹，爹爹。哎呀，啊！叫呀！唉，八宝周周太过聪明机灵，看来改口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容易了。王爷，宫中来人了，带八宝和周周下去。是。去吧，周周。传皇上口谕：韩王杀孽太重，以致太后病情加重。即日起罚闭门抄经100卷。韩王，还不快领旨谢恩！我家王爷听到，因为自己的缘故，导致太后凤体欠安，很是愧疚，这才失神了。王爷，谢恩吧。儿臣领旨谢恩。三哥，父皇为何突然降下责罚？我刚从祝燕阁回来，外面都已经传遍了，太后病情加重，青天剑算出是王爷杀孽太重，
以致太后凤体欠安。那三哥杀敌还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啊？这帮拿钱不干人事的钦天监，我去找他们。哎，不必了。王爷，我们准备抄经吧。抄经？没错，抄经。哎呀，哀家的头疼得厉害。听说皇祖母身体不适，孙喜早该入宫请安的，不知现下如何了？你们韩王府害死了哀家的小金，你还好意思来这儿？哎呀，哀家的头疼得好厉害呀！哎呦，太后，来人呐！太后头风发作，快去禀告皇上！快嬷嬷，哀家的头真的疼了啊！太后这次怎么不像装的？难道太后是真的发病了？快去请太医！皇祖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上驾到！疼得好厉害！参见父皇。皇祖母，你没事吧？参见皇上，太子殿下。皇祖母好端端的，为何突然会头疼？皇上，是韩王妃将太后气病的。钦天监说过，太后凤体欠安，是因为韩王杀孽冲撞。今日韩王入宫，太后的病症就突然加重了。老三，你身上的戾气重，立刻回宫，闭门思过。父皇，听闻皇祖母身子不适，王爷便带着我和2个孩子连夜抄经，为皇祖母祈福。王爷的孝心感天动地，难道还不足以抵消守家卫国时不得已杀敌沾上的那些戾气吗？父皇，好歹拿出王爷抄写的佛经，让皇祖母瞧瞧。父皇，儿臣一片孝心，还请父皇允准。准。哀家的头疼得很厉害，你让我看什么经书啊？不疼了。哎呦，哀家的头竟然不疼了。皇上，太后娘娘脉象已经稳定。又不是灵丹妙药，这经书怎么可能管用？我在经书上加了药粉，太后闻了，这头风自然就好了。太子拿力气打压楚寒霄，今天我就利用效果，彻底帮楚寒霄立住脚跟，看以后谁再敢说他不孝。老三，你的孝心重，父皇一直很清楚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看来这字儿写的是真不错。张院长在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，这字儿写的如何？回禀太后，这字确实不错，微臣钦佩。难道不是楚寒笑在经书上动了手脚？可太后的痛风痊愈，未免也太巧了吧？我在书卷上做的手脚，可不是谁都能看出端倪。一旦揭穿穆景柔给太后用的猛药之时，整个韩王府都会受到牵连。这次真是便宜穆景柔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有一桩人命官司牵扯到韩王，臣不敢擅自做主，特来向皇上禀报。皇上，死者宋听雨5日前因韩王妃状告其骗取嫁妆而被捕，昨日在狱中自尽，留下血书，称韩王妃的孩子是他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皇上，此事还是由臣妾来说吧。说。臣妾见过皇上。木兰，慕云兰，
纳兰夫人竟然是楚寒萧的母亲德妃娘娘。臣妾前来是有一件大喜事要禀告你。有何喜事？咱们皇室终于有女娃娃出生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5年前，云岚诞下一对龙凤胎。依老僧却说，萧儿的命格与儿女相冲，若想保护孩子，需与王妃有所避讳。待孩子满5周岁之后，方可亲近。古萧儿谁都不曾告知，现孩子们已满5周岁，萧儿才彻底放心，将此事告知臣妾。那孩子呢？在大殿外等着呢。胡闹！这不是把孩子晒坏了吗？快，熏进来！儿臣参见父皇。八宝周周，快给你们皇爷爷请安。拜见皇爷爷。不可！哎呦，我的2个宝宝！来，我的2个小宝宝到皇爷爷这儿来，来，到皇爷爷这儿来。都说皇室盼你成魔，果然不假。皇爷爷，你好威风啊！是吗？还好吧。皇爷爷，娘亲说过，你是大喽啰，你是最厉害的。皇上，这2个孩子的身份尚且存疑，还需先行明确才是。先皇曾告诉过朕，皇室之女金贵，其身上必定会留下楚家的印记。父皇，您说的是在后腰处有一月亮状的胎记？没错，这正是我们老楚家的宝贵胎记。好啊！如今楚寒修突然有了女儿，还是吉祥的龙凤胎，这对我来说可是极大的威胁。恭喜皇上！恭喜皇上！皇。不可，宝宝，这个金珠硬，小心硌坏了你的小奶牙。皇爷爷，我见到你是不是就要被杀掉了？什么杀掉？就是杀掉呀，像这样。谁告诉你的？他们说，八宝和妹妹是没有爹的孩子，还说一见到皇爷爷，皇爷爷就会让人把我们杀掉。皇爷爷，我们有娘亲和爹爹，我们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。皇上，为谁也是为了皇子血脉的纯正，这才……朕给你时间好好调查，什么时候调查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外界不再议论朕的孙子和孙女了，你再回来述职吧。方才皇上单独留下了太子和楚寒萧，我的心总是不踏实。母妃，父皇刚下旨，让儿臣去洛城平抑赈灾，时间紧迫，儿臣说2句话就走。什么？云岚，你和孩子们在上京照顾好自己。好。云岚，这拿着吧，八宝特意送给你的。母妃，儿臣走了。可千万要当心，异变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时间太匆忙了，没来得及准备其他东西，凑合着用吧。你可不能有事啊！今后你还要为我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添砖加瓦呢。你放心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难道有什么话不方便直接说，借着动作给我塞纸条一类的？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哦，好。这没有纸条，难道是其他的东西？不是，他到底想暗示我什么？首先，排除楚寒霄对我有意思这个选项，还有什么是他想说的？不会是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吧？什么也没有呀。眼下正事最重要。疫病传染性极强。我得赶紧做足药物，给楚寒霄送过去。主子，您是朱颜阁主人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引得百姓议论纷纷。传着传着，竟将您传成了神医，还说这洛城的疾病无人能治。若您肯出手，必定药到病除。王妃，宫中内侍前来传话，太后需要您即刻入宫。孙媳见过皇祖母。起来吧，云兰。哀家听闻你有法子治疗疫病。姐姐。您可是鬼手医圣的徒孙，妹妹求您赶紧出手救救那些可怜的百姓吧！我本来打算要出手，可自愿和被迫完全是两种概念。穆景柔站在最高道德点上，为灾民请命；我去若治不好，会沦为罪人，甚至丧命。我若不去，百姓会以为我见死不救，最后名声尽毁，真是好恶毒的算计。皇祖母。你若觉得洛城灾民可怜，你便自己去。德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见过太后。且来吧。臣妾不知道哪个畜生玩意儿把云兰说成了能治疗疫病的神医，这不是狼子野心吗？德妃娘娘，太后面前你这般言语是不是太粗俗了些？本宫出身西凉，性格粗鄙，上不得台面。再说了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妾室评头论足。我说的畜生玩意儿又不是你，你急什么？皇上驾到！母后，今日之事，朕已经知道了。朕觉得此事还是不妥。父皇，儿媳愿前往洛城。儿媳身为皇家妇，自然该为大周安宁贡献自己一份力量。可儿媳不是神医，也没碰到过疫病，不过为了洛城灾民，便已免了一试。好，传旨，韩王妃深明大义，主动请缨前往洛城，慰解百姓之困，赐盘龙金牌，见金牌如面君。各州府全力配合，如有悖逆者，格杀勿论。谢父皇。对了，妹妹也很是关心洛城的灾民，
不如和我同去。我受了伤，还要服侍太后，恐怕不能跟姐姐一起前往。那真是可惜。对了，妹妹嫁入王府时带了不少嫁妆，不如捐出一部分来，给灾民百姓作为买药钱。不知妹妹是否舍得？本宫听说你的嫁妆有80台，那便拿出一半来。是。韩王与韩王妃为洛城竭尽心力，你身为侧妃，自然不能作弊上官，那就每日贵京4个时辰，为他们2人祈福吧，直到他们平安归来。谢主隆安。三哥，我感觉我快不行了。别胡说。三哥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我好像出现幻觉，看到三嫂了。云兰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吞下。哦。三嫂，我自己来。你吃药是不行的。不行啊！三嫂，你再帮我瞧瞧，我觉得我还能再救救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得用喝的。对了，八宝给你带的那个锦鲤包呢？里面的东西你们用了吗？这个。原来这锦鲤包暗藏玄机啊！三哥，我们好傻。等等，我之前就说这锦鲤包包为什么那么沉，想拆开看的，都是三哥不让打开，说拆开后八宝会生气。睡你的吧。云兰，洛城现在特别危险，赶紧离开。我走了，你呢？洛城必须有人镇守。所以，你是打算你和洛城共存亡？好，伟大的韩王殿下，你就好好守着你的洛城吧。至于我，不劳您费心。云兰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若有事，我、八宝和周周怎么办？你还知道八宝和周周呢？你若死了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孟月兰这个妖女，一来就要烧死我们的亲人，大家冲进去杀了她！韩王封锁城门，断我们的活路。韩王妃一来，把我们的病人拖走烧死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大家冲进去，抓住那2个害我们的人，让他们付出代价！谁在闹事？拖出去，直接斩首！蒋离是我偶然救下的，武功不错，办事也利落，就留在我身边当个护卫了。若穆云兰刚来，就先打死几个灾民，又拿不出治疗疫病的药物，这些灾民一定会生撕了他。到时我也能完成太子交代。韩王妃，你拖走病重的病人，是不是想一把火烧了了事？放了我们的家人！把我们的家人还给我们！我下令将各家病重之人送到后院救治。你们以为我是要烧死他们？难道不是吗？
然如此，那你们就跟我去看看，真相到底如何。爹，您不是病得下不了床了吗？咋突然好了？王爷王妃心善，带我们去看病，还给我们免费发药啊！王妃恕罪，我们误会您了。王妃恕罪，王妃恕罪，王妃恕罪，是我们误会您了，误会您了。闹了事还想跑？王妃，就是他，一直嚷嚷着说你要烧死我们的家人，所以我们才误会了你。江离，带走，好好审问。情一化腐带战果，不负用一身风骨。谁会认输风雨路，早已一心入江湖。曾经的孤独，烈月望独步，别放开，再重来，等待。王爷，灾民情况已经全部好转，感谢你和王妃。外面情况如何？放心，一切无碍。那我……你先吃点东西，再睡一会儿。我都有点想八宝和周周了。等洛城的事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去接八宝和周周回家。好。吁！洛城灾难已平息，本王今日与王妃离开，望诸位安心重建洛城，后会有期。韩王殿下千岁万福，韩王妃千岁万福。王爷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夫妻关系，你以后还是不要给我擦头发了。夫妻关系，知道了，云兰。早好。王爷，
虽然说驿站只有1间房，但鉴于我们只是单纯的夫妻关系，那也要遵守同房不同床、同床不同被的两性基本原则。王妃说的没错，我的错。鉴于你是第1次，就原谅你了。下一次必须得注意。好，记住了。能不能麻烦王妃抬抬头，让我把手臂抽回来，手有点麻了。还能不能麻烦王妃把腿抬一下？我的腿也有点麻。你先去洗漱，我去准备早饭。三哥，你和三嫂，你们特殊情况？咦，都懂。哎，三哥，5年了，你终于守到云开见明月了，嘿嘿，恭喜恭喜！韩王、韩王妃平邑有功，皇上特设宫宴，为韩王夫妇接风洗尘。八宝周周，别着急，爹爹娘亲就到了。斗斗嘴，来。娘亲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台阶。慢点啊！娘亲，周周好想你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想你们啊！来，爹爹也抱周周。好。哎呀，周周。老三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，都把我的乖孙女扎到了。来，见过父王。好，你们辛苦了，坐吧。三弟，你和三弟妹此次离京，父皇很是担忧啊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这一路上可是有高人指点。太子一句高人相助，就想抹杀楚寒霄的全部功劳，错。父皇，父皇，您是不知道，这次洛城赈灾苦啊！是啊，是。你们此次的确是辛苦了。父皇，我说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洛城的百姓。父皇，洛城水灾，因有人贪墨赈灾银两，导致百姓无粮无家，易子而食，最终引发了疫病，死伤无数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可不，有这样的事儿。父皇，那个人不仅让灾民自生自灭，还四处煽动灾民，意图阻止我与王爷救援。那可查出是何人所为？此人正是太子。原来是太子啊！父皇，冤枉啊！三弟，你如此栽赃，可有证据？太子，您的那些幕僚全都招了。父皇，这次赈灾银两，此刻就在东宫。好一个太子！来人，立刻去东宫搜出赈灾银，将太子押回去，有禁在东宫。非诏不得出。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儿臣的。父皇，儿臣知道错了。父皇，韩王、韩王妃，此次你们二人赈灾有功，又查出了真相，当赏。父皇，儿臣不用奖赏，只希望这一次洛城一案能给官员一个教训，希望这些苦难
以后不要再降临在大周百姓头上。八宝也要出力的。这些年，朕一心培养太子，竟误事了萧儿。快点。八宝和周周睡着了，把他们送到蓝翠居，小心点。是。王爷，让开。王爷，妾身日日跪敬，祈求您和王妃平安归来。如今得偿所愿，妾身万分感激。走了。妾身今后必定日日祈福，向佛祖还愿。侧妃，侧妃，王爷呢？王爷和王妃早就回揽翠居了。这可真是揣着剃头刀子去安堂，自讨没趣。喂，你爹好厉害！来，周周。爸爸，没事吧？三位武林高手，我们是不是该吃早饭了？娘亲，娘亲，弟弟，可以抱着娘亲打拳吗？可以啊。可以什么可以？不行。嘿。弟弟好厉害！楚寒萧，别胡闹了，放我下来。王妃方才是不是说本王不行？行啊，你行，没有人比你更行了，行吧？快放我下来。你行。自从这2个小野种出现后，王爷彻底将我忽略了。姨娘说的对，我得尽快和王爷圆房。只要我有了孩子，定能抓住王爷的心。妾身给王爷王妃请安。瑞影，把2位小主子带下去更衣。你来做什么？王爷，让姐姐去洛城这事儿，是妾身考虑不周。妾身虽想拯救洛阳百姓，却忘了顾及姐姐的安危。请王爷和姐姐给妾身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妹妹打算怎么弥补？这张单子上是妾身的全部家当，妾身愿意拿出来进献给姐姐。王爷打算怎么办？本王不喜喧闹，以后没有本王的命令，揽翠居你就不必来了。王爷，拖一下。是。哦。我都卑微到这种地步了，为何王爷待我还是如此冰冷？都是慕玉兰这个贱人跟王爷说了我的坏话。慕玉兰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妹妹慢走，不送。王爷，这穆景柔好歹算是个大美人，王爷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本王只在乎自己在意的人。
其他人无需动，也不想动。王爷、王妃，国公府老夫人派人传话，国公夫人身子不适，请王妃和侧妃回府侍疾。这位老夫人一直不待见原主及其母亲，这次却让我和莫景柔一起回府侍疾，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。来，慢点。云兰，妹妹，王爷，云兰性子别扭，不像锦柔温柔懂事。当年之事，老身代她向您赔罪。一见面就替我赔罪，原主这个祖母还真是会替我揽罪名。王妃极好，当年之事都是误会，不要再提了。至于侧妃，何来资格与王妃相交？父亲，母亲她怎么样了？乖女，回禀王妃，大夫说夫人已无大碍。父亲，我虽已嫁人，但还是您的女儿，如此客气，反倒是生疏了。母亲您瞧，我就说云兰嫁了人，也还是我的乖女儿，可您非说云兰不喜与我们亲近，让我们跟她保持距离。妹妹，听说你要回来，大哥连夜把你的房间里里外外打扫了3遍。我连夜刮了胡子。既然母亲身体不适，我先去给她请下安。闺女，好。走吧。娘，放心，娘都安排好了。不好了，夫人她。气血流失，脉象微弱，我再晚了一步，原生母亲就被害死了。不对，我来了有一会儿了，身后却没有任何人跟来，还有那个嬷嬷，生怕我察觉不到房间里有异样。夫人呐，你怎么就那么走了呀？嘿！你做什么？小心！夫人，云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母亲她……夫人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夫今早还说，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，这才几个时辰，怎么就……是大小姐，是她害死了夫人。放肆！竟敢污蔑王妃，不想活了吗？奴婢没有撒谎，大夫嘱咐，夫人需要静养，不能见风。是大小姐打开了窗户，浇灭了熏案。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，竟做出弑母这种天理不容之事！
王爷，慕云兰做出此等畜生不如的事，根本不配当韩王妃。请您饶她一命，把她休了就是。老身会将她送到安堂，从此吃斋念佛，赎尽罪过。夫人，这是把我的结局都安排好了。别怪祖母对你心狠，若不再对你有所管教，总有一天你会闯下弥天大祸。殿下，我这就让人去准备笔墨。王爷怕是早就迫不及待想要休妻了吧？呀，这样也显得你大义灭亲了。本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大义灭亲，本王只知道帮亲不帮理。云兰，我相信你。老夫人，岳母究竟是如何去世，本王自会查清楚。若是还有人敢继续再污蔑王妃，本王绝不轻容。母亲，夫人，云兰，母亲，是我，我的云兰没事。当年穆锦柔说，云兰被王爷关入西院，生不如死。我以为是自己害的她，便断了生的念头，一心求死。夫人，你怎么？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让你失望了。不过，生了这场病，让我看明白了很多东西。麝香和泽兰互相配合，活血效果加倍。我的夏红之症久久不愈，你送我的熏香功不可没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爷！妾身听闻夫人夜夜失眠，这才吩咐下人制香，为的是让夫人养神安眠。什么泽兰，妾身都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会不会是给夫人看诊的大夫做的手脚？大哥二哥，劳烦你们同瑞影一起去把给母亲看病的大夫请过来。好。王妃，给国公夫人看诊的大夫已经畏罪自杀，只留下一封悔书。这方大夫就是因调戏侍女被夫人看到，怕夫人追究，所以暗中下毒谋害，真是可恶。既然都是误会，那就算了吧。祖母，母亲，六师失察，致使夫人险些被害。我看这钟馗还是交换我夫人手中吧。云兰，父亲厚颜，向你讨要几个嬷嬷，来帮衬一下你的母亲。自然，我一定会找人好好帮母亲管理后宅。哼！滚回你院子去，从此吃斋念佛，为夫人祈福。至于锦柔，你以后要谨守妾室的规矩，好好侍奉王爷王妃，轻易不要回国公府了。爹，老爷，爹，您这是不要女儿了吗？当初你执意要嫁到韩王府做妾，我就说过，此生只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女儿，女儿！老爷，你和孩子们好好招待一下王爷，我想与云兰说几句贴己话。王爷，
这边请。原来你这几年过得好吗？母亲，你放心，我过得很好。这次女儿来见你，没有带八宝和周周，等过2天就带他们回来看望您这个外祖母。八宝和周周？他们是女儿的孩子，一对龙凤胎，已经5岁了。因与王爷命格相冲，女儿不得已与王爷分居，带着孩子在西院住了几年。如今孩子命格强硬，不必继续避讳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几年我没有你的消息。我的女儿，这5年你受苦了。母亲，别担心，都过去了。对了，母亲，您是鬼手医圣的亲传弟子，精通医术，又明知那熏香有益，为何不早说？放任柳姨娘毒害自己。当年是母亲劝你嫁入王府，可在大婚之夜，你却被关入西院。我苦求无果，一直没有办法将你救出，便断了生的念头，一心求死，这才让柳姨娘有了可乘之机。母亲，今日看到你无事，母亲这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是放下。母亲，都是女儿不好，让您操了这么多心。放心，如今我真的过得很好。您要好好调养身体，赶快好起来。我看那柳姨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此事定和老夫人脱不了干系。可母亲方才为何拦着我，不让我深究？你父亲这人最是孝顺，我也不愿让他为难。这事儿就此作罢吧，若还有下次，我定不会如此轻轻接过。慕云兰，我成为了你，以后你的亲人就由我来照顾了。王爷，我怎么觉得你今日有些不对劲？只是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在宫里的生活，太后不喜欢母妃，也不喜欢我，所以我和母妃生活得格外艰难。后来我立下军功，母妃升至妃尉，日子才慢慢好过起来。难怪太后要让你以正妻之位迎娶穆景柔，她就是想羞辱你，想让我们姐妹相残，借此搅乱你的后宅。都过去了。等等，我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什么？穆景柔啊，我们回来的时候没让人喊上她吧？她现在还在国公府呢。无妨，又不是不认识路。那就不管她了。我们先去宫里，把八宝和周周接出来，不然不到晚上，父皇不会放人的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啊！王爷，今天辛苦了，快点回去歇着吧，慢走不送。口渴了，先喝杯茶再走。来。娘亲。娘亲，我手肘的手肘好痛。我看看，忍着点啊。八宝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哥哥别怕，周周不疼啦。
娘亲，周周的手手还像一个撒了糖霜的紫米馒头。娘亲，是爹爹赶走了坏蜜蜂，救了八宝和周周。爹爹超厉害的。小小蜜蜂，不足挂齿。花姐，你陪着八宝和周周，我帮王爷处理一下伤口。哪里被蛰伤了？好多地方，你看，我瞧瞧。疼死我了。好了，通通飞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之前哄周周哄习惯了。那些蜜蜂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带八宝和周周去捅蜂窝了吧？恐怕是有人故意把蜜蜂引进来的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？你看好孩子，我去收拾个人。哎，这是做什么？收拾个人可以，总不能穿着睡衣去吧？多谢提醒。此刻，莫云兰和那两个小畜生一定被蜜蜂蛰伤了吧？最好严重一些，蛰死他！他竟然没事儿！这味道和我在西院嗅到的那个味道一样，看来我果然没冤枉他。姐姐怎么来了？今日见到夫人身体欠安，妹妹心里万分难受，想着姐姐必定也为夫人的身体担忧，难以安眠，正准备做几个香囊送给你呢。你就只准备送香囊？姐姐，妹妹目前身无长物，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你了，想要准备厚礼，也是有心无力啊。错了，妹妹若有心，还可以为本王妃刺血抄经啊！刺血？抄经？花姐，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刺血抄经既不花费银两，也更能体现你的诚心。传扬出去，对妹妹的名声更是有所助益，这可是一举数得啊！可是怎么，妹妹嫌少啊？不是，既不嫌少，那就抄经吧。这人啊，一闲下来就生事，生事就容易招祸。妹妹，你还是待在芳菲阁抄经吧。睡吧。好，云兰，你回来了。这楚寒萧还真是会惯着孩子。我还疼吗？有一些疼，不碍事，我还能忍。王爷倒是挺坚强的，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王爷请的。云兰，我还是留下来。王爷您慢走。云兰，这，我外套都脱了，云兰。
哎，我的伤啊！这我亲手调制的止痛散，王爷记得用啊。哎，方才该装晕才是，失策了。早晚拆了你啊！王爷，王爷，王妃今日找到妾身，让妾身赐血抄经。王爷，这是王妃姐姐给我抄经所用，这么多，都可以抄好几本经书了。不过，为了王爷和王妃，妾身抄多少都愿意。既如此，那就多抄一些。瑞影，去搬一箱纸，送到侧妃的芳菲阁去。是。王爷，娘亲，手手抱起来，不然被坏蜜蜂看到，还会来咬周周的。行，我给你包起来。好了。韩王妃，皇上派奴才迎2位小主回宫。哎呦喂，小祖宗，您这是？刚被蜜蜂蛰的。哎呦，这是哪只不长眼的蜜蜂，竟敢伤害小郡主？瞧瞧，都给伤成什么样了！奴才这就先行派人回宫，让太医院的人都给候着。倒也不必那么紧张。应该的。奴才先行告退了。主子，朱颜阁遭贼了，那贼人偷走了柜台上的成药，还带走了一些炮制过的药材。估计是眼红朱颜阁的商家派过来的。放心，我研制的药不是谁都能仿制出来的，用不好便会弄巧成拙。还有一事，朱颜阁对面新开了一个芳菲阁，巧的是，这芳菲阁也是售卖各种美白药丸，不仅效用比咱们朱颜阁的好，价格还便宜。朱颜阁的客人现在全都跑到芳菲阁去了。这朱颜阁的药前脚被偷，后脚芳菲阁就从天而降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华坚，你让蒋离时刻关注芳菲阁，有什么急事及时通知我。德妃，你瞧瞧，你的好儿子好儿媳对朕的这个乖孙女都做了些什么？皇上，您都抱怨30-40遍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周周今天伤了手，明天可能就会有性命之忧，所以朕就想，皇上要把八宝和周周抱入宫中养着，您就别想了，孩子们年纪尚小，离不开母亲。那便将云兰接往宫中就是了。皇上，你莫非是忘了还有萧儿这个儿子了？抱歉，王爷，我一般不笑，除非真的忍不住。可你眼里的幸灾乐祸，不是这样说的。我哪有幸灾乐祸，分明是一片赤诚。哼，没看出来。王爷、王妃，皇上召见。儿臣儿媳参见皇上，参见母妃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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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看，周周的小手不是鸡面馒头啦，变成了白白兔兔糕哦。父皇，儿媳和王爷今日前来，除了要接走八宝和周周，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周周认识，这是口吐手术。不是了，妹妹，这是医圣手札。走了，祖母带你们去看牡丹。祖母要小心坏蜜蜂，很厉害的，会把你的手手也变成馒头的。好，坏蜜蜂再敢来，祖母一鞭子抽死他们。走。
乖乖的啊。云兰，这手札可是你师公鬼手一圣的吧？也算是家传绝技，不被送入宫中。父皇，经历洛城救灾一事，儿媳明白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能救助的人也是有限的。不如将这手札献给父皇，由您将里面的方子推广至天下，造福大周百姓。如果推广天下，那鬼医一脉的优势就不见了。父皇，医道讲究的是但愿人间无疾苦，宁愿架上药生尘。儿媳的心愿也是如此。好，云兰，老三娶了你，这可是他的福气啊。父皇说的是。今日宫宴，各位不必拘束。是。皇上，臣要参奏韩王和韩王妃。皇上，最近坊间新开了一家芳菲阁，所售卖的药品与朱颜阁一模一样，但价格却低上2成，足以见得韩王妃所开办的朱颜阁哄抬物价，骗取官员女眷们的钱财。韩王妃想挣银两无可厚非，可也不能把我们当傻子呀。是呀，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效果，朱颜阁比芳菲阁硬生生贵了2成。父皇，儿媳做生意讲究的是1分银两1分货，朱颜阁售卖的所有药，不是说谁能仿制就能仿制的。皇上，臣妇相信韩王妃。看来愿意多花银子装大头的人还不少呢。哎呀，快看，刑部尚书夫人的脸。好痒啊！快，传太医。皇上，出事的夫人和小姐脸上涂有一种粉霜，它使人面部洁净、洁白无瑕。不过，它里面参加了许多铅粉、方才银菌，引发药效，这才有过敏反应。是芳菲阁卖的那些东西，一定是芳菲阁。请皇上严查芳菲阁，以免更多女子为其所害。皇上，芳菲阁的顾客用了其售卖的东西，纷纷出现面起红斑、腹痛、呕吐等一系列不适症状，众人愤怒不已，将芳菲阁给砸了，现在还在外面闹着呢。让禁军统领带人搜查芳菲阁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从芳菲阁搜出来的。云兰，你来看看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妥？是。这些药用的都是质量低劣的药材，而且为了加大程度催发药效，还添加了能够透支气血的药物。如此服用下去，表面容光焕发，可实际损伤的是自己的身体。皇上饶命！芳菲阁是你开的？不是，是穆侧妃，药方是他给草民的，银子也是他出的。不是的，皇上，真的不是我。来人，将这个骗子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至于穆锦柔，父皇，穆锦柔身为儿臣的侧妃，却屡次不敬王妃，挑起事端。这次更是因为嫉妒，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儿臣要休了他。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妾身啊，王爷！楚寒香竟要休了穆锦柔。皇上，锦柔这次犯的错是大了些，不过当初要不是锦柔献上灵药，说不准哀家现在还卧病不起。我看这次就饶了他吧。父皇绝对不能饶了穆锦柔。儿臣参见父皇、皇祖母。皇祖母，明妃有一桩要事，事关重大，想要回禀。孙媳今日遇见有人在售卖治疗头风的药丸，
与皇祖母服用的一模一样。这药里添加了曼陀罗粉，还有许多透支血气的药物，虽能极快见效，但是长期服用会使身子血空，甚至变痴傻。这个药也太可怕了。回禀太后，这药确实与你用的一样。你个贱婢，你可知道谋害当朝太后，足可以诛你9族？不是我，太后，我不知道那些药有问题，太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皇祖母，此事的确不能全怪穆侧妃，这药经过精心调制，还加了许多混淆药材气味的香料，想必这也是连张院正也没有查出药丸有问题的原因。穆锦柔，看在修国公的面子上，朕可以饶你命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将穆锦柔拖出殿外，杖责80，从即日起修理韩王府。给我带下去。皇上，哀家被害，险些丢了性命，你只罚锦柔一个。母后说的是，韩王夫妇管教不严，就抄写经书10卷，罚俸半月吧。皇上，母后不必再为他们求情，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，不能再轻罚了。如今韩王风头越来越盛，若是日后登基，必然不会放过哀家。哀家得尽快想办法，让皇帝解了太子的禁足才行。刑部尚书屡次以讹传讹，诬陷韩王妃清白，实在可恶，剥去他的官服，发配边疆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你们也坐下吧。是。这次多谢四弟妹解围。三嫂，这都是三哥的主意，是他发现那药有问题，让我与安王去调查的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就是为了将穆锦柔赶出王府？没了他，我才能与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啊！哼哼。穆云兰，你这个贱人！妹妹想过几句嘴瘾，就过吧。毕竟你就要被送去祭诏庵和青灯古佛为伴了。父亲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很可惜，这个决定就是父亲下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祖母会救我的。老夫人怒火攻心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如今在自己的院子养病。穆云兰，你这个贱人！穆云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？明明我们同样都是父亲的女儿，可凭什么你能嫁给韩王，而我却要嫁给一个穷书生？我与韩王的婚事，乃是先皇所赐，并非父亲为我所求。你口中的穷书生，你根本没有了解过他吧？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破落户，有什么值得我了解的？你没有听说吗？昨日他金榜题名，并娶了娇妻，此时正春风得意呢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父亲知道你心气高，所以百般挑选，才选中这个书生。只因他前途一片光明，再加上他父母皆亡，你嫁过去可以直接当家做主，并且他性子温顺，能包容你所有缺点。只可惜你目光短浅，放着这么好的良缘不要，偏要入府给人做妾。你骗我！你在骗我！穆云兰，
下场。不，你会比我精彩100倍。楚寒香会抛弃你，你剩下的那2个小孽种也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妹妹，你太吵了。既如此，以后就别说话。好。天气炎热，我帮你扇风。王爷何时变得这般体贴了？本王何时不体贴啊？我先去等你。云兰，父亲知道此次保下锦柔对你不公，可他到底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啊！若有朝一日你有需要，父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护你周全。父亲，我不要你粉身碎骨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穆庆风，走吧。云兰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些回去吧，别让殿下久等。好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在女儿面前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真的是。哎，就轻点，小心您手疼。大哥、二哥，妹妹，我们送你。好，多谢大哥、二哥。这是刚刚在门口等候，遇到一个卖花的老伯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，就买了来送你。我的确喜欢，多谢。说起来，北方边境虽然苦寒，可到了东北，漫天雪花，千里冰封，天气好的话，还能遇到雪莲。云兰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？没关系，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带着八宝和周周去百越的蝴蝶谷。开花之际，蝴蝶飞舞，美不胜收。楚寒香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与你携手，看遍世间繁华。你愿意吗？到时候再说吧。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计划着来。云兰，小心！怎么了？我感觉八宝和周周好像出事了。王爷、王妃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小郡王今日赏花时意外落水，高烧不退。听着，治不好八宝，朕就摘了你们的脑袋！哥哥，娘亲，娘亲，八宝，娘亲在呢。周周帮哥哥呼呼。哥哥不怕，周周力气大，周周保护哥哥。父皇、母妃，八宝，他因何落水？八宝和周周在水边赏花，没曾想池边地砖松动，八宝刚过去，便失足落入了水中。父皇，如果不是云兰医术高深，恐怕今天八宝就……这件事，儿臣一定要彻查清楚，给八宝讨回个公道。本人立刻审问今日照顾八宝和周周的工人，
还有近日到过荷花石的所有人。父皇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昨夜差点被人灭口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还不打算招认吗？是太子给了奴才一笔银子，让奴才去松洞吃边地砖。事后太子竟派人杀奴才灭口，奴才跳进池内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大胆刁奴！何人让你污蔑本太子？是韩王还是韩王妃？皇上，奴才所说句句属实。这是太子给奴才的赏银，去钱庄一查，便知出自谁之手。好一个太子！太后念你孝心可嘉，求朕将你放出东宫。这才过了几天，竟敢对朕的皇孙动手！父皇，儿臣，太后驾到！这是发生了何事？这番阵势，太后来得正好，朕要废了这个太子。父皇，您不能废儿臣啊！是皇祖母跟我说，楚寒萧的一双儿女是我最大的阻碍，他让我按照计划除掉他们。这一切都是皇祖母让儿臣做的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太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皇上，我看这太子是昏了头了，他为了给自己脱罪，竟然把责任都推到了哀家身上。父皇，桂嬷嬷就是证据，这一切他都知晓。太后救我！太后救我！再不从实招来，本王现在就杀了你！不要！是，我说，是太后让我给太子传话，让太子按计划除掉2个小主子。哼！皇上，这老刁奴定受了人的指使，才这般诬陷哀家。皇上，哀家虽不是你的生母，但也养育了你多年，难道你就不相信哀家吗？太后，八宝和周周乃一胎所生，龙凤呈祥，是我大周朝的祥瑞，谁敢动他们，朕绝不轻饶。你的身子不好，就好好在宫里颐养天年吧。来人，送太后回宫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慈安宫。皇上，你不可以这么对哀家的，不可以的。太子残害皇室子孙，德不配位，自即日起废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终身囚禁宗人府。听说太后近日头痛频繁发作，痛不欲生。太医说已时日无多了，而太子自从被废为庶人，关进宗人府后，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了，真是解气。感动我的孩子，这就是代价。对了，国公府那边如何了？老夫人自那日后就变得神志不清，天天嚷嚷着要坐船去找他的小儿子，昨日一口气没上来就晕了过去。大夫说醒来无望，如今已和活死人无异了。来，玉兰，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，唯有你我婚事还悬而未决。什么婚事？我还欠你一场正式的婚礼，请皇上。楚寒萧，你认真的？是，我心悦于你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我想给你，给我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，爹爹可以亲娘亲喽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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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哇，亲了，亲了！好，